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、趙麗穎年齡僅差3歲，他倆狀態竟如此迥異，真相驚人。年齡僅差3歲，他倆狀態為何天差地別？被緊急叫停的少女感，揭開影視圈一場精密到殘酷的篩選遊戲。如果只看官方通報、平台宣發和營銷話術，你很難意識到，最近全網圍繞少女感的討論，並不是一次偶然的輿論翻車，而是一場被積壓了10多年的行業矛盾集中爆發。表面上是年齡焦慮狀態對比，實際上是資本、平台、審美、女性職業生命週期之間一次赤裸裸的對仗。而這次被推到聚光燈下的是2位名字分量十足，卻被命運推向不同岔路口的女演員譚松韻與趙麗穎。她們年齡僅差3歲，卻被放進了同一個顯微鏡裡，反覆對照、拆解、審判。35歲的譚松韻在仙俠劇《逍遙》中繼續穩穩扛住少女型女主的核心人設，清亮的眼神、偏幼態的五官、情緒表達的輕盈感，讓她在鏡頭裡依舊成立。而38歲的趙麗穎，哪怕戲份不多，卻幾乎場場出圈。她的臉變得圓潤，輪廓不再鋒利，眼神裡多了明顯的沉澱感。那不是垮，而是一種極難複製的時間感。問題恰恰出在這裡，影視行業從來不怕變化，它怕的是變化失控。所以它給女演員預設了2條路線，一條叫延緩時間，通過幼態臉、少女設定、濾鏡、角色年齡倒掛，把職業壽命硬生生往後拖；另一條叫接受時間，轉型、成熟、角色升級，但同時意味着你不再安全。譚松韻站在第一條線上，趙麗穎已經被推向第2條。這不是個人選擇，而是行業對不同臉型、氣質、可塑性的自動分揀。當少女感營銷被點名、被整改、被叫停時，很多人以為這是在解放女演員。恰恰相反，最慌的不是演員，是那些靠裝嫩敘事吃飯的劇組，因為他們突然發現，年齡濾鏡不能再無限加，圓臉等於少女的偷懶邏輯開始失效。觀眾開始反問：你到底在拍誰的青春？一位網友的評論被頂到高讚：不是演員非要演少女，是你們的劇本只會寫少女。如果把時間線往前推3年，問題會變得異常清晰。假設未來3年，所有35家女演員仍被按進古偶、仙俠、甜寵賽道，會發生什麼？答案幾乎是確定的。觀眾罵劇爛，不是演得不好，而是不信了。演員被罵端着裝嫩，情緒一旦不再自然，表演就成了負擔。資本迅速抽身，一旦情懷紅利被榨乾，立刻換新人。有網友冷靜到近乎殘酷的總結：你不是不努力，是你被安排在一個沒有出口的位置。雙引號，必須承認，譚松韻的幼態臉是她職業生涯最重要的資產之一，但這份紅利並不是無限的。今天她是清純靈動元氣，明天她就可能變成單一局限沒突破。當她某一天不再適合小師妹、小仙女，而行業又沒為她準備好新的敘事空間時，問題才會真正到來。一條點讚數極高的評論寫道：不是譚松韻會不會過期，是行業會不會允許她長大。雙引號。相比之下，趙麗穎的變化其實是一種被低估的資產。她現在最適合的從來不是16歲少女，而是心機太厚、狠辣貴妃、單親母親、現代職場女性，經歷過生活碾壓的普通人。可市場偏要她繼續說一句：本宮今年16。雙引號。於是觀眾開始出戲，開始心疼，
也開始憤怒。一條諷刺到極點的彈幕火了。他說自己16的時候，我媽在旁邊問，這孩子是不是早熟？最扎心的部分是算賬，平台知道你會看，資本知道你捨不得，所以他們不斷翻拍、復刻、重啟、重製。你媽花40塊充會員，不是為了劇情，是為了確認我年輕時喜歡的人還在。雙引號，而他看到的是10年前的殼，裝着今天的疲憊。正如一位普通觀眾說的那樣，明知道是隔夜飯，可沒得選。雙引號，5年前誰走過這條路？劉亦菲。神仙姐姐一走，這個模子就被供起來。後來的人不斷往裡填，換名字，換標籤，換營銷詞，但本質沒變。臉要小，聲音要嫩，不能有眼袋，最好永遠18。結果呢？一個都沒真正接住。最少被討論的是中年女配，她們在橫店，在棚裡，在角落，跑龍套10年，演到夫人母親，卻依然要被要求瘦、白、顯年輕。鏡頭只問一句：你還能裝嗎？雙引號。說到底，這不是個人成敗，也不是單一演員的問題，這是一次被精準投放的審美圍獵。你越不像那個年紀，就越要用力去演像，直到把自己撕成2半。而真正該被問責的，從來不是誰老了，而是誰不允許女性自然地活在時間裡。如果把影視行業比作一台機器，那麼演員只是零件，真正的操盤手是平台算法。現在的選角邏輯早已不是誰演得好，而是誰的數據還能騙過算法。算法不懂表演，它只認3樣東西：點擊率、討論度、可複製性。於是問題來了，35+女演員一旦不再是配少女型標籤，在算法眼裡就會變成一個高風險資產。不是她不行，而是她不好賣。一位業內編劇在匿名採訪中說過一句話：現在寫劇本最先想的不是人物，而是這個女主平台願不願意給首頁。雙引號。而首頁幾乎默認寫着一行潛規則，看起來年輕，越年輕越安全。對比一下就會更諷刺。同樣的年齡段，男演員被稱為有故事、有質感、有生活痕跡，女演員卻被評價為狀態下滑，不再適合，該讓位新人。一位網友在熱評裡直接點破：男演員臉上是歲月，女演員臉上是原罪。雙引號。更荒謬的是，男演員可以在40歲演霸總、將軍、權臣，女演員卻要在35歲被問：你還能不能演小姑娘？雙引號。這不是審美差異，這是權力差異。行業最愛對女演員說的一句話是：你該轉型了。雙引號。聽上去像鼓勵，實際上更像清退通知。因為所謂轉型，從來沒有標準答案。你演得太成熟，被說失去市場；你還留點少女氣，被罵不自知。一位觀眾的評價非常精準：轉型對女演員來說，不是升級，是懸崖跳躍。雙引號。你跳對了，可能活下來；你跳錯了，直接消失。很多平台誤判了一點，他們以為觀眾還在迷戀永恆少女，其實不是。觀眾真正疲憊的是重複，重複的妝造，重複的劇情，重複的16歲設定。一條被瘋狂轉發的評論寫道：我不是不愛他們了，是不想再被當成傻子了。雙引號。觀眾開始意識到，不是女演員不變，而是市場不讓他們變。把鏡頭拉遠一點，這已經不只是娛樂話題，
這是一個關於女性職業生命週期被壓縮的問題。在現實職場裡，女性30+就會被問：你還能拼多久？雙引號。在影視行業，這個問題被提前到了：你還能裝多久？雙引號。一位普通觀眾的留言極其刺痛人心。他們在劇裡裝嫩，我們在生活裡裝沒看見。雙引號。繼續推演，如果行業繼續用少女感當唯一通行證，新人會越來越年輕，劇情會越來越空洞，女演員的職業壽命會越來越短。最終的結果不是市場繁榮，而是集體貶值。當年輕變成唯一賣點，那它就會迅速貶值。很多觀眾已經給出了答案，他們不再要求永遠18，而是希望看到有層次的女性角色，有年齡感的故事，有真實重量的表演。一條評論寫得特別克制，卻很有力量。我不怕她老，我怕她只能年輕。雙引號。回到最初的對比，這不是誰狀態好，誰狀態差，不是誰贏，誰輸，這是兩種不同的行業路徑，在同一個時間點被強行擺上台面，一個被允許延緩時間，一個被迫接受時間。而真正該被質問的，不是他們的臉，而是這個行業為什麼只願意為女性準備一種答案。結尾最後一句話，這場關於少女感的爭論不會因為一次叫停而結束，它真正的終點是當女演員不再需要證明我看起來不像這個年紀，雙引號，而是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一句，我就是這個年紀。